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有一群生活在除了非洲和南极洲之外5大洲的鸟类，它们被认为是现今能够飞翔的最大鸟类之一。这群鸟类拥有优雅的体型，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它们都被赋予神圣的象征。它们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天鹅。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介绍天鹅属中的6种不同天鹅，让我们一同欣赏这些优雅、神秘而美丽的鸟类。天鹅是雁形目鸦科天鹅属鸟类的总称。目前，世界上生活着6种天鹅，其中人们最为熟悉的4种原生的白天鹅都生活在北半球，南半球则是黑天鹅和黑颈天鹅的故乡。我们就先从北半球的4种白天鹅说起。人们很少见到的黑颈天鹅，我会放到节目最后介绍。提起天鹅，您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哪一种天鹅的形象呢？我想，疣鼻天鹅应该是人们最先想到的，不仅是因为它们拥有洁白的羽毛，而且形态也极为优雅，细长而成形弯曲的脖颈，红色或橘红色的会根部隆起的疣突，特别是经常隆起的翅膀都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疣鼻天鹅的拉丁名是 Cynosura， 它是本属中体型仅次于黑嘴天鹅的第2大天鹅品种。从喙到尾的体长通常在 1.25 至 1.55 米，翼展2至 2.4 米。雄性疣鼻天鹅的体重可以达到15公斤。野生的疣鼻天鹅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特别是欧洲地区最为常见。它们曾经作为人类的狩猎动物，由于过度捕猎，在19世纪后期几乎绝迹。好在193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保护意识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种群数量得到恢复。现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都能看到野生个体，可见它们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疣鼻天鹅通常栖息在沼泽、湖泊、河流处，也经常在近海的咸水地带活动。最主要的食物是水生植物的根茎，偶尔也会吃一些无脊椎动物、两栖动物、昆虫和小鱼小虾。觅食的时候会把头伸到水里，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们的身体会倒立起来，将头探到水下。除了野生种群之外，疣鼻天鹅还被人工引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和南非等国家。与我在花鸟虫鱼篇0057介绍的鸳鸯不同，天鹅是名副其实的爱情鸟。疣鼻天鹅在3至5岁性成熟，一旦求偶成功，就会结成终身伴侣。雌雄疣鼻天鹅会共同完成筑巢和雏鸟的养育工作，一般会把巢穴建在静止的水面或水边，而且经常多年使用同一个巢穴，只是每年做一些修补改建。疣鼻天鹅一次产卵4到10枚，孵化期35至36天。雏鸟一般在每年的5到7月间孵化，雏鸟通常要4至5个月大，体重达到7至9公斤之后才能飞行。幼鸟必须在冬季池塘或湖泊结冰之前学会飞行，不然很难度过冬天。疣鼻天鹅的幼崽就是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它们的颜色不像成熟的成年鸟那样明亮，它们的会在第1年是暗灰黑色的，而不是橙色的。羽毛的颜色可以从纯白色到灰色再到浅黄色，其中灰色浅黄色是最常见的。白色小天鹅具有白基因，小天鹅生长迅速，孵化后大约3个月内就达到接近成年体型的大小。小天鹅通常会保留灰色羽毛直到至少1岁，冬季来临之前翅膀上的绒毛会被飞羽替代。与其他天鹅一样，疣鼻天鹅因失去配偶或幼崽而悲哀。如果一方再有幼鸟存在时死亡，剩下的一方会接替他们的伴侣的职责，独自抚养幼鸟。关于动物具有情感的问题，2012年，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发表了关于非人类动物意识的剑桥宣言。该宣言一致认为动物像人类一样经历着每时每刻的意识。人类和动物大脑之间的主要区别主要存在于额叶皮层，使人类能够思考、计划和反思。但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动物意识现在被认为与我们的意识惊人的相似。所以，动物可以以类似于爱的方式互相照顾。如果同伴遇到麻烦，它们可能会感到痛苦，并且在死亡后经常表现出悲伤的迹象。疣鼻天鹅几乎不会发出叫声，所以也被称为哑音天鹅，这让它们与其他天鹅相比又多了一份安详与宁静的特征。实际上，
疣鼻天鹅外表看似优雅无害，其实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在保护配偶、领地和幼崽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不仅会攻击靠近其领地的其他水鸟，甚至会攻击狗以及人类。所以在观赏疣鼻天鹅的时候，不要低估了它们的战斗力，避免过分靠近其领地和幼雏，以免造成危险。疣鼻天鹅对待家人还是非常关爱的，不仅夫妻双方互相协助，而且经常可以看到夫妻一起抚养幼鸟，有时候还能看到幼鸟会趴在父母的身上，真是温馨和感人的画面。由于天鹅的种群数量较大，而且繁殖成功率很高，所以所有天鹅在 IUCN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物种红皮书中都被列为无危，在中国则被列为2级保护动物。随着人类对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现在人类基本不会将天鹅作为狩猎动物了。当人们在宁静的湖面看到优雅高贵的疣鼻天鹅的时候，带给人的更多的是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吧。第二种天鹅是生活在北美的号手天鹅，也被称为黑嘴天鹅，拉丁名 Cygnus buccinator。 它们是北美本土鸟类中最大的，雄性个体体长可能超过 1.8 米，翼展可以达到3米，是欧亚大陆上大天鹅的近亲。成年号手天鹅的羽毛是全白色的，和疣鼻天鹅一样，号手天鹅的幼雏也有浅灰色的羽毛和粉红色的腿，大约1年后就会变成白色的羽毛。与它的近亲大天鹅一样，号手天鹅在游泳的时候脖子是直立的，不像疣鼻天鹅或黑天鹅那样是 S 型弯曲的，这在远距离观察的时候是显著特点。疣鼻天鹅常年出现在北美人类居住区附近的发达地区，而号手天鹅通常只出现在人类干扰最小的原始湿地，尤其是在繁殖的时候。因此，号手天鹅的图片和视频数量都没有疣鼻天鹅那么丰富。在这里，疣鼻天鹅可以说是天鹅界的网红，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2020年 IUCN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物种红皮书对于号手天鹅数量的评估，其成年个体约为5万只。第三种白色天鹅是大天鹅，也叫普通天鹅，其拉丁名为 Cygnus cygnus。 从这个命名中可以看出，天鹅属就是以大天鹅为模式种命名的。大天鹅的体长为 1.4 至 1.65 米，翼展 2.05 至 2.75 米。虽然翼展和体长都比疣鼻天鹅要大，但体重通常在 7.4 至14公斤，因此将第二大天鹅的位置让给了疣鼻天鹅。大天鹅是典型的候鸟，它们在欧亚大陆北部繁殖，冬季则迁徙到欧洲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东亚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大天鹅与小天鹅相比，其繁殖地纬度更低一些。当区分大天鹅和小天鹅的时候，除去在一起时比较它们的体型大小，另一个区分点在于大天鹅的喙，它们会基部为橙黄色，尖端为黑色，黄色的部分比黑色的多，而小天鹅则是黑色部分占比大，黄色部分少。大天鹅自1981年成为了芬兰的国鸟，可见其在欧洲也是很受欢迎的。第四种白色天鹅是小天鹅，也叫台原天鹅，拉丁名 Cygnus columbianus。 小天鹅的外形与大天鹅类似，目前将小天鹅分为2个亚种，一个是指名亚种，其拉丁名为 Cygnus columbianus， 另一个亚种是亚欧亚种，其拉丁名是 Cygnus columbianus bewikia。 指名亚种主要分布于北美洲，以发现地哥伦比亚河命名，它们的喙为黑色，只在基部有黄色斑点，体型较大，体长 1.15 至 1.5 米，翼展 1.68 至 2.11 米，体重 3.4 至 9.6 公斤。它们主要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沿海台原繁殖。亚欧亚种也叫贝威克天鹅，主要在亚欧地区靠近北极的台原上繁殖，冬季则迁徙到西欧和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越冬。亚欧亚种的贝威克天鹅会分成橙黄色和黑色2部分，黑色部分大于黄色部分，这个是与大天鹅的区分标志。第5种天鹅就是黑天鹅，拉丁名 Cygnus atratus。 黑天鹅是在1697年由欧洲的探险队在澳大利亚的天鹅河发现的。黑天鹅除了飞羽是白色，其他羽毛都是黑色的，喙呈鲜红色，喙前端是白色，腿和脚都是灰黑色。黑天鹅的体长 1.1 至 1.42 米，翼展 1.6 至2米，体重 3.7 至9公斤。
自然野生黑天鹅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和东部湿地以及邻近的沿海岛屿，作为观赏鸟也被人工引进到英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地区。根据生物演化证据，黑天鹅与北半球的疣鼻天鹅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比如同样喜欢弯曲脖子、蓬松拱起的翅膀，以及同样具有红色的喙。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也同样喜欢驮着幼崽在水中游弋。黑天鹅不像疣鼻天鹅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可以看到带着幼崽的黑天鹅也能与小朋友互动，这也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它们作为观赏鸟来欣赏，而不用太担心黑天鹅事件的发生。第6种就是分布在南美洲南部地区的黑颈天鹅，拉丁名 Cygnus melanchoropus。黑颈天鹅是天鹅属中最小的，体长 1.02 至 1.24 米，翼展 1.33 至 1.77 米。雄鸟体重 4.6 至 8.7 公斤，雌鸟 3.5 至 4.4 公斤。雌雄全身羽毛白色，颈部和头部黑色，眼睛后部有一个白色条纹，喙基部有瘤状红色凸起。黑颈天鹅与其他天鹅的深灰色角不同，是粉红色的。黑颈天鹅与黑天鹅和疣鼻天鹅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也能看到它们背着幼崽的图像。也有人将南美洲的扁嘴鹅叫做扁嘴天鹅，扁嘴鹅的拉丁名是 Casoroba casoroba。 无论是鸟类传统分类系统、1980年代的鸟类 DNA 分类系统，以及2014年鸟类全基因组测序分类系统中，天鹅属都只有6种。扁嘴鹅依然不能称为天鹅，它们的脖子很短，与雁和鸭子更为接近。虽然现在人们对于天鹅的保护意识提高了很多，但是最近一些年，人们发现飞到越冬地的天鹅数量有减少的情况，也许是降雨量减少的原因，包括中国的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和湿地也出现了萎缩的现象，这对于越冬的天鹅以及其他鸟类是非常不利的，需要人类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保护鸟类宝贵的栖息地。在视频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些优雅、高贵而美丽的物种，也希望您将这些美丽的鸟分享给更多热爱大自然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您留言指正，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